在那个山崖站上能看到一望无际的海面和海面上伫立着的一个个高大的风电机。走了。我第一次去到我们拍摄的现场，然后踏入到他们工作的环境的时候，真的有一种感觉，好像回到了另外一个时空的自己，就从张立赫变成了张家伟。张家伟是我原本的名字嘛，就好像所有以前上学那会儿的记忆全都拉回来了。而且当初我选择参与这个项目的原因其实很简单，就是希望可以给自己留下一点比较有意义的东西。拍剧留下的是角色，拍纪录片可以给观众留下一个非常真实的自己吧。而且它是一个宣传能源转型、宣传低碳的一个节目，也可以去告诉大众，其实我们都需要去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第一次踏上海上风电场中心的控制站，很自豪，因为在那个山崖站上能看到一望无际的海面和海面上伫立着的一个个高大的风电机，就是那一刻你能感觉到咱们国家在绿电的基建上面做得非常非常的好，就那一刻你能真的感受作为一个中国人那份自豪是油然而生的。就是抽水蓄能站、风电场，很大的装置，但是每一个零件都很细节。我刚刚说了风电场，我再可以说一下那个抽水蓄能站，它里面有一个转子，就是我们可能小时候有没有玩过四驱车？四驱车里面有一个发电机，电机拆出来，里面有一个电磁线圈，电磁线圈缠着的就叫转子。它可以把它就是里面的转子是把那个放大了无数倍，一个巨大的呈现在你面前。但是你用内窥镜看转子里面的时候，它里面是非常非常小的一些零件在里边，无数个小零件组成了一个巨大的转子。这种精密的仪器呈现在我面前，那种震撼也是非常非常难得的。王工吧，就是升压站上面的工作人员。他跟我学的一样的专业，电气工程机械自动化。我跟他聊了一下，他为什么会做这份工作，做这份工作的感受是什么，了解了一下他的心路历程。我发现他其实不仅仅是因为学了这份专业选择这份工作，也是因为他工作之后他感觉到了很自豪，他觉得自己的这份工作能给世界、能给中国、能给环境生态带来一份益处，所以说他每天其实都很有动力。而且他未来展望的时候，他也说，就是希望自己能够先把手中的工作做完，未来如果还有机会去为这份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然后他也会义不容辞。之前一直觉得大家通过角色认识我就好了，但后来发现其实难免的会很多观众会通过你的角色关注到你之后会去了解你本人，这时候我就会在想，如果有这样的一份关注，其实我可以好好的利用起来，去传播更多的好的东西。我希望大家对我的关注，可以从我自身转移到这些事儿上面，这些项目，也希望可以在大家心中种下一颗种子，以后遇到这些事儿的时候，都会想起说，哦，我以前看过一部片子叫做《零碳未来》，其实我可以稍微改善一下我的生活习惯，就可以给环境带来一些改变。我刚开始会不习惯，刚开始因为声音比较多，我就有点无措，我到底是该怎么去走今后的路。到后来慢慢的发现，其实这很正常，而我要做的就是去听取一些能够真正帮助到我的声音。如果一些需要我真正改善的，我会去听取。对于一些不好的评论，其实也是一个比较宽的心态吧。每个人对待同一件事的视角也不一样，你没办法去要求每个人都跟你的观念或者相同的态度。做好自己手中的事儿，不要去好高骛远。
每一份工作都有每一份工作的意义，把自己工作做好、做踏实了，再去想其他的一些可发展的空间，这会是比较好的。非常非常感谢喜欢我的观众朋友们，这2年给予我的支持。我以前是一个理科生，我是逻辑思维比较强，但是情感方面比较匮乏。但是经过这2年的演戏，通过对角色的解读，听到外界的一些声音，尤其是感受到了观众朋友们对我的喜爱之后，我的心在慢慢的被他们融化，因为我有更软的心，更浓的情感去感受到角色。